这么像。你是飘江，少爷好棒，爱死你了！过来点。这么大，一定是小小。啊，少爷你好坏啊，这样说人家。我才是大马怕人讲啊！大肚婆都有，骗不到我的，你是爹！哎呀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！你好坏，又被你猜中了。原来重刷一遍星爷的武状元苏乞儿，才发现其实它是一部在讲父爱的电影。当时仅当作普通喜剧一笑了之，未能看懂两父子被抄家时半生富贵转眼消散的喜与悲。故事发生在清末年间，广州大将军的儿子苏灿目不识丁，为了庆祝自己25岁生日，他一袭白衣不杂书法，煞有其事的在白纸上奋力记书，这气势以及阵仗看在外人眼中，活脱脱一位书法大家。当得知苏灿在写自己名字时，丫鬟更是一脸的惊喜花痴表情，不难看出这一家子全是大文盲。而师爷听到丫鬟无脑的夸赞之词后，赶紧上前鉴定今日佳作，结果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纸涂鸦，看得师爷大脑瞬间短路，一时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敬仰之情。哎呀，好字啊！龙飞凤舞，苏茶哈尔灿。老爷您拿反了，灿儿哈茶苏。哦，好小子啊！但是别骄傲，知道吗？简单2句话，既体现了对儿子的完全崇拜与信任，也强调了我是你老子的小倔强。随后达叔跑到祖宗牌位前，告诉他们的子孙如今会写字，他日一定会成为大学士的豪言壮语。事后达叔直接拿出数张万两银票给苏灿当做生日礼物出去消费。于是苏灿转身来到当地最有名的萧金窟，一路上但凡开口阿谀奉承的人，全都能得到一笔不小的赏金，甚至浑身脏臭的乞丐说了2句吉祥话，苏灿也同样大手一挥，打赏。是少爷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乞丐也打赏？哎，乞丐也是，人只要有钱都能来。你这个月在这里吃饭、看戏、宵夜、过夜、嫖妓，我包了。你包了？不屌我？我屌。此时的苏灿还不知道，眼前乞丐是洪七公第7代传人洪日庆，专门挑选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，神功大成后去维护世界和平。随后16姐领着苏灿前往2楼，一路上不停分析今晚新到的姑娘优缺点。可就在这时，苏灿与一位身穿紫纱的女子错身而过，四目对视的瞬间，苏灿全身如过电一般，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一见钟情。苏朗，你怎么了？我被人电了一下。勾走苏灿魂的紫纱女名叫如霜，她是丐帮帮主的女儿，这次冒名顶替来到这里，是为了暗杀赵无极为父报仇。可当他使出浑身解数，让赵无极逐渐放松警惕，并起身准备好好探讨一番人生时，一张10万两的银票迎面怼来，扬言今晚如霜所有的消费由苏公子买单。这就是苏灿的敢爱敢恨性格。见到自己钟爱之人，立即豪掷千金向对方表达爱意。殊不知与赵无极同桌之人是当朝王爷。他见苏灿如此嚣张跋扈，立即拿出一颗有价无市的定风珠。无价之宝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珍珠。接着如霜表示先上楼收拾一番，静等赵无极的共度良宵，并且在面对苏灿为何不选他的询问时，还直接说出他的样子令自己感到厌恶。这个答案令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苏灿立马来了兴趣，因为如霜越是这样拒绝，苏灿对他的爱就愈发深沉，忘乎所以时干脆一掌拍碎了定风珠。而一旁的王爷看到自己珠子成了粉末，顿时恼羞成怒的一个箭步欺身上前，想给这个纨绔子弟一点教训。不料苏灿大字不识一个，却刀剑棍棒样样精通。在看出对方使出的是螳螂拳后，他让2楼的戏班开始奏乐，然后施展虎鹤双形进行反击，仅随便挥出3招，王爷就被苏灿一击戳中人心。螳螂怎么打得过老虎？何况再加上一只鹤，虎鹤双形我也会。那你就试试我这只螳螂啊！苏灿这一操作无疑是对对手的极度蔑视。随着2人的再度交手，螳螂拳在苏灿手中运用的出神入化，不过这次比上次多用了2招，才一脚将王爷踢飞了数米。看到这一幕的赵无极终于出手，只见他一个移形换影闪到近前，稍微将体内先天罡气外放一丝，就把苏灿的帽子震飞镶嵌到了石柱里。而苏灿眼看对方武力深不可测，自己也没有必胜把握时，护犊子的达叔带着大批军队赶到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力挺而死。谁欺负你了？是我在欺负人啊！谁被你欺负了？他家里有没有钱啊？够不够资格呀？他们呀，谁们？看了不就知道。哎呀，铁帽子王！哎，收下了啊！达叔错把腰牌当成了赔罪礼，宣布今晚之事就此一笔勾销。师爷见状，赶紧说这是铁帽子王的腰牌。闻听此言的达叔顿时一个凛冽，手中腰牌丢也不是，拿也不是，只得颤巍巍地重新放回王爷怀中。可这时赵无极却借题发挥，命人将达叔2父子抓起来问罪，导致场面再度剑拔弩张起来。好在一旁的师爷熟读大清律例，立即以朝廷令官不得入烟花柳巷反制对方。不服气的赵无极心思一转，接着指出苏灿不扎辫子，污蔑他有谋反忤逆之罪。结果话音刚落，就被苏灿拿出一绺小辫子狠狠打脸。眼看双方还要给对方扣罪名帽子，16姐赶紧出来好言调解。
就让大伙玩的这么开心，就算了吧。啊，我今天还没玩过呢。有了16姐这个台阶，王爷也不愿和他们过多纠缠，便和赵无极一起离开了这里。然而，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的如霜姑娘，已经联合丐帮众人在屋中设伏，并在酒中下好了断肠散，只等赵无极饮下毒发，再趁机除掉这个为祸世间的大魔头。结果门响过后，推门而进的却是大纨绔苏灿。通过16姐的热心叙述，如霜更是知道了刚才发生的闹剧，没了赵无极这个目标，于是便赶紧催促苏灿离开房间。但苏灿压根不管这些，不仅自顾自地对着如霜表白，还拿起酒壶要展示自己的性命。见此一幕的如霜赶紧出手阻止，可这种举动对于苏灿而言，只会令他更加的迷恋。姑娘，放手！你居然会武功？不，我根本就不会武功。我求求你别再缠着我了，我是不会陪你的。殊不知如霜越是这样，苏灿对他的迷恋就陷得越深。我已经爱上了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已经爱上了你。如此油腻的当面告白，不仅惊得如霜一时间大脑短路，就连埋伏在屏风后面的小妹也一时不小心暴露了自己。可饶是如此，一心只想谈恋爱的苏灿依旧没有感到奇怪。他对着小妹手中的宝剑发誓，说自己是真心实意想娶如霜为妻，但凡有一句假话，就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换做别人听到这种土味情话，并且还是富甲一方的公子哥，估计会立马顺势答应下来。可今晚如霜想追上赵无极报仇，便将娶她的规格提到一个不可及的高度。我丈夫要武功盖世，状元之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做不做得到呢？做得到。好，等你做到的时候，你再来找我好了。哎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先定个婚期，因为这个状元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就这样，如霜假意给自己一点时间考虑，这才趁机抽身离开了房间。而殊不知，正是苏灿这数分钟的死皮赖脸，无意间救了如霜等人一命。因为他们还在城外埋伏了一队人马，不料赵无极的先天罡气以真化解，那些丐帮弟子刚一露面，就被瞬间取走了项上首级。等如霜和莫长老赶到埋伏地点时，这里的惨状恍如一场人间炼狱。事后如霜回来收拾随身物品，发现一夜过去，苏灿依旧在院中等候自己答案。这一刻，如霜也为之动容了一下，但身背杀父之仇，容不得他有半点儿女情长，只能悄无声息的就此离开。等天大亮，16姐见苏灿还在院中痴苦等，下意识的上前去打招呼，可结果何不要你竟然突然下本少爷！哎呀，苏老啊，我是龟婆呀！你是龟婆？是啊，你的胸部怎么那么挺啊？这么早他还没起床呢。以后没化妆别到处乱跑，知道吗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你不用再等如霜姑娘了，她已经走了。这句话令苏灿瞬间萎靡下来，他每天失魂落魄的浑噩度日，直到听到老爹哼唱报效国家的小曲，他才顿时豁然开朗，告诉老爹要上京城去考武状元，用实际行动证明对如霜的爱。向来溺爱儿子的达叔立马双手赞成，甚至知道如霜出自烟花之地后，依旧没有露出半分不悦之色，可谓真正的做到了爱屋及乌。不仅如此，达叔担心苏灿不习惯北方气候，不但全家老小全都举家北上，就连苏灿最喜欢吃的荔枝树也要完好无损的移植过去。不过北方气候适不适应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与此同时，王爷将赵无极引荐给了当朝皇帝。在经过广州憋屈一事后，赵无极也体会到了权力的重要。为了取悦皇帝，他徒手将一个金子捏成粉末，然后在地上画出一个人形。顷刻间，金粉人形变成了一个妖艳美女。只见她身姿灵活，柔弱无骨，眼神妩媚到杏眼如丝，一颦一笑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这种攒劲节目瞬间击中了皇帝小心肝。从此以后，赵无极一度成为了当朝最佳红人。